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普通话播客，我是主持人玛丽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洋。玛丽，你今天听起来特别高兴，有什么好事吗？当然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我最喜欢的话题。这个话题保证能让所有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们又想哭又想笑。哦，这么厉害，是什么话题？就是中文里最重要也最让人头疼的东西——声调。啊哈，声调，这确实是很多外国朋友学习中文时最大的挑战。一个词发音一样，但是声调不一样，意思就完全不同了。完全正确，我们可以说声调就是给汉字穿上了不同的衣服，穿错衣服，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今天我们就用几个真实又好玩的故事开始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声调的魔力。我保证，听完第一个故事，你就再也忘不掉声调的重要性了。听起来会非常有趣。那我们就先从故事开始吧。周洋，我先给你讲一个我一个美国朋友刚来中国时发生的真实故事。他当时中文说的还不太好，但是非常勇敢，喜欢和人聊天。这是好事啊，学语言就是要多说。对，有一天，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中国女孩，他想过去问路。他想问，小姐，我能问你一下吗？很正常的对话。然后呢？结果他的声调出了问题，他把问说成了稳。他走过去，非常认真地对那个女孩说，小姐，我能吻你一下吗？哈哈哈，我可以想象那个女孩的表情，她肯定吓坏了。是的，那个女孩先是愣住了，然后脸变得通红，瞪了他一眼，说了一句流氓，然后就快步走掉了。我朋友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觉得中国人怎么这么不友好，问个路都不行。这真的是最经典的一个误会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会详细解释问和稳的区别。你还有别的吗？当然，还有一个在早点铺经常发生的错误，也特别好笑。我有一个法国朋友，他刚来中国，对中国的早餐非常着迷，尤其是又大又软的包子。包子，这个确实很受欢迎。有一天早上，他自己去买早餐，他走到老板面前，本来想说，老板，我要一个包子。结果他说成了，老板，我要一个报纸。哈哈哈，报纸？他要去早点铺买报纸吃？哈哈哈哈。是的，那个卖包子的老板手里正拿着一个热腾腾的包子，准备递给他。听到这句话，老板的手直接停在了半空中，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朋友，说，小伙子，报纸那不能吃啊，你要不要去对面的书报亭看看？哈哈哈，这个老板人还挺好的。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简直可以拍成恐怖片了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去中国朋友家做客，吃完饭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的眼镜不见了。哦，这很正常，经常有人会忘东西。他本来想说，哎呀，我的眼镜忘在桌子上了。这句话很正常，对吧？对呀。但是
他把眼镜说成了眼睛。他对他的朋友大喊：哎呀，我的眼睛忘在桌子上了！这听起来也太吓人了。他朋友听了是什么反应？他朋友当时正在喝水，一口水全都喷了出来，然后惊恐地看着桌子，好像真的在找一双眼睛一样。后来明白过来之后，两个人笑了半天。我学生说，他再也不会忘记眼镜和眼睛的区别了。哈哈哈，我想是的，这种记忆太深刻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们，你们现在肯定又想笑又好奇，这些词到底哪里不一样？别着急，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揭开谜底。好了，欢迎回来。刚刚我们听了3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，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误会。根本原因就是中文的声调。没错，周洋，现在就给大家系统地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声调吧。好的，中文普通话主要有4个基本声调和1个轻声。第一声，声音要保持在高而且平的位置，像一条直线。比如我们常说的今天、咖啡、飞机，它们的第1个字都是第一声。感觉到了，声音很平。第二声，声音从中间的位置开始，然后很快地升到最高，像是在问问题。比如什么的神，时间的时，还有银行。我来试试，神时，对不对？非常好。第三声，这个声调需要你的声音先降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，然后再升起来。比如我、你、好、水果。但是在日常说话的时候，如果第三声后面还有别的字，我们通常只读前面那个下降的部分，听起来是一个低低的短短的音。这个很重要，很多教材都教我们要降下去再升上来，结果大家说话都像在唱歌剧，所以记住那个低沉的感觉就行了。第四声，这个最简单也最有力气，声音从最高点直接降到最低点。比如再见、看书、去学校。见、看、去。我喜欢第四声，感觉很有力量。还有一个轻声，它没有自己的声调，读得又轻又短。比如妈妈的第2个妈，朋友的友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学会了这几个声调，我们再回头看刚才那几个故事里的词，大家就会非常清楚了。第1个故事，问和稳。问第4声，意思是有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事情或道理，请人解答。吻第3声，意思是用嘴唇接触人或物，表示喜爱。一个向下，一个转弯，意思就从礼貌变成了流氓。第2个故事，包子和报纸。包子，第1声加轻声；报纸，第4声加第3声，一个平，一个降，食物就变成了读物。第3个故事，眼镜和眼睛。眼镜，镜是第4声，眼睛，睛是第1声。它们的第1个字眼声调完全一样，都是3声，区别就在第2个字。就这一点点区别，让一个普通的故事变成了恐怖故事。
这样一对比，是不是就非常清楚了？学好声调太重要了。瓦力，除了刚才那些戏剧性的例子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更常见，但也同样会造成困扰的声调错误。是的，比如买和卖。对，这个对于做生意的朋友来说，简直是致命的。花钱出去是买，声音是低低的；赚钱进来是卖，声音是降下去的。还有一个，在饭馆里也经常发生，就是汤和糖。汤是第一声，是用来喝的；糖是第二声，是甜的。如果你想喝汤，却说成了老板加点糖，那这顿饭的味道就变得很奇怪了。听了这么多例子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记住每个字的声调好难呢。别担心，中文里还有一些秘密规则能帮助我们。最重要的2个第三声在一起的规则。第一个第三声要读成第二声，比如你和好连在一起要读成你好。这个规则非常有用，它让我的中文听起来流利了很多。还有别的秘密吗？当然有，还有一个字，它的声调也经常变化，就是不。哦，不，我知道，它平时是第4声。对，但是如果不这个字后面跟着另一个第4声的字，那么不自己就要变成第2声。哦，它还会变身，快举个例子。比如是第4声，那不是就不能读成不是，听起来很费力。我们要把不变成第2声，读作不是。再比如去是第4声，那就要读成不去。明白了，不是，不去，不看。这个规则也超级实用。是的，掌握了3声和不的变调，说出的中文就会很自然。周洋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练习才能掌握好声调呢？我这里有几个小建议。第一，夸张练习法。在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一定要非常夸张地去读，让你的口腔肌肉形成记忆。第二，手势辅助法。你在读声调的时候，可以用手在空中画出声调的形状，这会把听觉和动觉结合起来，帮助记忆。像音乐指挥家一样。第三，跟读模仿法。找到一些发音标准的中文材料，比如我们的播客，像影子一样，他们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，重点模仿他们的语调起伏。这3个方法都很棒。所有方法的核心都是最后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要怕犯错。是的，你今天听了我们这么多故事，会发现犯错有时并不可怕，反而很有趣。勇敢地张开嘴去问，不要害怕会说成稳，大不了就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，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一样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期关于声调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是啊，我们今天从几个有趣的误会开始，比如问和稳，包子和报纸，还有一个关于眼睛的恐怖故事。然后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文的4个声调和1个轻声，并且用更多的例子巩固了知识。是的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
也欢迎给我们留言，分享你的中文学习故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